二位啊，我是一个妈妈，能不能教我做几道菜，适合我们家小朋友吃，又要简单又要不辣？有的，今天就给你做6道蒸菜。第一道呢，我们先做一个娃娃菜蒸嫩肉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腌一下这个肉，这个呢是个里脊肉啊，如果小朋友吃呢就不要那么油，你们选里脊肉比较瘦一点啊。第一步先给少许的盐，把这个肉来腌制一下啊，一点点的生抽。 这个呢，我们加点这个姜葱水。姜水上次有朋友问我是怎么做的，其实就是这个姜和葱给它拍破，你泡个15分钟哈，使劲给它捏碎之后来泡。肉呢，就是你一定要加水，加水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肉更加的嫩。就像好比我们的妈妈有时候晚上你要敷这个面膜，是不是？你看面膜它会增加你的脸上这个水分，就是一个道理。所以我们腌肉的时候呢，就一定要加点这种水分在里面，这样你的肉才会嫩。小朋友吃呢，我建议可以再加点这个蛋清。 蛋清也是增加这个肉的嫩度了，我们加半个蛋清在里面。好，第一次水分加进去之后，我们再加一点水。所以我们在腌这个肉的时候，就要一定要这样去拍打它，好像按摩一样，把这个肉来让它水分完全的吃透到肉里。这个叫土豆淀粉啊，就是我经常说的生粉，我们加点这个土豆淀粉在里面。土豆淀粉呢，就相当于可以锁住它的水分。加热过后呢，它形成保护层，揉匀就好了。揉匀之后呢，我们最后再给点这种 植物油或者是大豆油、花生油都可以，给它淋面一下，可以让这个肉呢更加的嫩度，而且呢它蒸出来之后呢不会粘连在一起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姜、葱再放点进来，给它揉均匀。这个蒸熟之后呢可以雕出来的啊。好，这个肉片就腌好了。第二步我们找个盘子哈，切好的娃娃菜呢清洗过后呢我们给它打底。这个呢是一点口蘑啊，我们给它打底一下。海鲜菇，小朋友呢吃啊，给它加点这种蘑菇在里面。 接下来就把这个肉片啊铺在这上面，蒸的时候一定要摊开，就是不要有些地方太厚，有些地方又太薄，不然的话蒸出来它熟度不均匀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放几个口蘑在上面，接下来就放入蒸锅中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蒸个15分钟。好，我们再调一个止水，因为我用的是这种零添加的酱油，它比较的稍微咸一点，颜色有点深，我们加点开水和这个香油给它调试一下。 这颜色稍微淡一点，它的咸味也不用那么的咸。小朋友吃呢，尽量我们淡盐一点啊。再给点这香油，好，放入蒸锅中1分钟，把它蒸热就好了。之前的姜葱给它雕出来。第二个来做一个鲜味辅助蒸牛肉。 做这个菜呢，最好是用牛里脊，但是我今天用的是牛里肉，因为没买到牛里脊，就牛里肉给大家做，演示一下哈。加少许的盐，给它揉一下，加点点的生抽，还有这个蚝油。先把这个牛肉的底味给它揉进去啊，把它揉到你感觉这个牛肉在粘手，就它出胶之后呢，我们再给半个蛋清，蛋清也是增加这个牛肉的嫩度的。耶。 意外，好。腌制的时候就一定要这样去2个手去拍打它，按摩一样，这样它让这个肉放松，它才会吸收水分啊。就小朋友吃呢，你就不用加什么花雕酒啊、胡椒粉甚至料酒了，因为我怕他们吃不惯。包括姜葱，我们只是腌的时候放进去，待会蒸熟之后也可以给它雕出来。接着再加点姜葱水，这个肉呢一定要加水它才会嫩，你肉不加水就只靠简单的调料它是嫩不了的。 哦，这水呢，基本上我们一般要加个3次啊，少量多次的加，不要一次性加太多，一次性加太多，其实它加不进去，真的加不进去。接下来再加入土豆淀粉，就是我说的生粉，少许的生粉，薄薄的一层哈，给它揉均匀。最后我们再淋入少许的油，淋油的目的是待会儿蒸的时候它肉不会成坨，同时它可以增加这个肉的嫩度。好，这个牛肉就腌好了。这个呢是提前泡胀的腐竹啊，我们给它打底。 给点简单的毛盐，我们给它有点底味啊，给它揉一下，揉一下。接着我们再放几片这个口蘑，口蘑呢它是很鲜的，可以说这个天然的味精。这个口蘑呢不要去洗它，就是整颗拿回来之后，你洗干净之后就切开之后就不要去洗了，切开之后会洗的话，你会把里面的鲜味给它洗掉。最后再把这个牛肉啊给它铺在上面啊，我们铺的时候尽量厚薄均匀一下啊，不要厚的厚，薄的薄，有的地方就蒸透了，有的地方就是没有蒸透，尽量厚薄均匀。 再放上几片姜和这个葱段，来2个蘑菇。好了，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放入锅中蒸个12分钟。牛肉的话不要蒸得太老。这个呢是鸡油，如果你有的就加，没有呢就加普通的油就好。
给它淋少许一点鸡油，可以让这个菜更好吃。好，12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给它拿出来。好，蒸熟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表面的姜葱给它雕出来。小朋友吃的话，不吃姜葱的给它雕掉。最后呢，我们加点酱油，稍微来几个葱花给它点缀一下。第3个菜，我们做一个冬瓜蒸肉饼。这个呢，我们叫马蹄，可能有些地方叫簸箕，四川土话叫炙龟儿，其实就是这个东西。我们把皮削一下。这马蹄削皮之后呢，我们将它拍破啊，加点这个肉里面，它会好吃一些，有种清甜的味道。这个不要剁得太碎，因为太碎了它就没有这种口感了。下面呢，我们拌一下这个肉饼。我们做这个肉饼呢，最好都选用全家肉，但今天我们是小朋友吃的话，就用瘦肉来给它做哈，比较瘦一点的五花肉来做的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加点盐，给点生抽，加少许的蚝油，再来个鸡蛋啊，我们给它拿均匀。我们朝一个方向去搅拌它，把它甩起来，把这个胶质给它甩出来。这时候要加少许的姜葱水，给它去腥。第二次我们再加点姜葱水，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肉更嫩一些。我今天说的小朋友还是主要针对3岁以上的小朋友，如果是1、2岁的，可能这个菜拿去的就比较的太大了、太粗了，吃不了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姜葱水放进去之后呢，给它甩出这种胶质之后呢，接下来就加入什么呢？干的香菇啊，切碎了已经泡胀了，再来点刚刚切碎的马蹄，加点这个胡萝卜，留一点点在外面哈，再加上这个青椒，我们给它搅拌均匀，让它有点颜色啊。接下来我们再给少许的这个土豆淀粉，来个3勺的土豆淀粉。再来点这个芝麻香油，少许的芝麻香油，好，可以了。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切好的冬瓜片摆在盘中，这个你可以切成条形，看这种片形都无所谓哈，只要来均匀的摆放在盘中。打好的肉饼呢，这样均匀的铺在上面。摊的时候呢，尽量厚薄均匀，每个地方厚的地方给它调整一下，尽量把它调整到厚薄一致。最后再撒上我们剩余的这个青椒粒和这个胡萝卜粒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放入锅中蒸个2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啊。最后呢，我们再加点这个蒸鱼豉油。第4个呢，我们做一个南瓜蒸排骨。这个剁好的排骨清洗之后呢，我们加少许的这种小苏打，我们给它腌制一下。我们蒸的排骨尽量选这种筋排，就是去头去尾的这种，只要中段哈，你别是带头的那种龙骨来蒸的话，它是脱不了骨的。我们加点这个姜葱水去腌制它，我们先腌个20分钟。好，时间到了，其实你能明显感觉到，你用手指一掐，这个肉都会比较的嫩一些。冲洗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这种凉水啊，尽量给它冲洗干净就好了，多冲洗几次。其实它没有血水之后，它自然就没有这种腥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用厨房纸巾把多的水分再给它吸一次，因为待会儿我们要腌制，如果腌制里面它有水分的话，其实它很容易吐水的。好，吸干水的排骨来放入盆中。好，我们给少许的盐，这时候给少许的花雕和这个白胡椒粉。如果你是小朋友吃呢，你就可以不用放这个胡椒和这个花雕了。我们给点的生抽，少许的蚝油，好，一点点的老抽，简单给它上个颜色，少许的白糖，一起给它揉匀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再加少许的姜葱水，揉匀后我们再加点土豆淀粉。好，我们再加点豆豉，就泡豆豉这个油也可以倒点在里面，它会更好吃一些。再加点香油，好，再加点这个干葱油，简单的给它火转，揉匀之后呢，我们直接给它装盘。这个呢是提前切好的一个南瓜块，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你直接改刀就好了啊。南瓜打底。排骨呢铺在上面，均匀的给它铺一层，稍微给它铺开一下啊。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放入蒸锅中，大火蒸个25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最后再撒点葱花。第5个做一个山药蒸肉丸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将这个夹好的五花肉末呢放入盆中，给少许的盐，来点蚝油，一点的生抽，几滴老抽。这时候如果你家有小朋友吃，你就不用加这个胡椒和花雕了，带点花雕酒，稍微给它搅拌一下，先去摔打它，把这个肉末呢摔到这种有胶质的状态啊，就让它出胶。出胶后呢，我们加一个鸡蛋，鸡蛋呢可以增加这个肉的嫩度啊。
接着我们再加点这个姜葱水，它可以起到去腥哈这个作用，也可以增加这个肉的嫩度。再加第2次。焯过水的干香菇粒，还有这胡萝卜粒，再加入提前切好的这叫山药粒啊，就这个有点像是做那种狮子头一样，其实方式都差不多。搅匀之后呢，我们最后来加点土豆淀粉，这个粉不要加的太多，如果你加的太多了，会让这个肉非常的紧实，就是我们加个适量就好，还是让它蒸出来有种松散的感觉。好，搅匀之后呢，我们再最后来点这个香油。接下来把这个肉来搓成个圆形，在手里抹上少许的清水，便于它不是那么粘手啊。把一坨肉左手倒右手这样去倒它，这个根据你个人的喜好，就是不要做的太大，因为太大的话，其实它不容易蒸熟，或者说你蒸的时间会比较久。盖上盖子呢，蒸个35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最后一个菜呢，我们做一个菌菇蒸鸡翅。好，首先我们将这个鸡翅啊水分给它吸干一下。这是一整颗鸡翅，我改刀给它切成了2块。吸干水分的鸡翅啊，我们放入盆中，给少许的盐，一点白糖，来点生抽，几滴老抽，少许的胡椒粉，少许的蚝油，花料酒少许，姜片和葱段来一点。这时候给它揉一下啊，先把这个鸡翅啊给它揉上味道，接着我们给少许的土豆淀粉。好，鸡翅腌好之后，最后我们下入什么呢？这个是切好的口蘑加进去啊。这个呢是焯过水的虫草花，焯过水的香菇，焯过水的海鲜菇。我们再来点这个黑的豆豉，干葱油来1勺。你没有呢就直接加香油也可以啊。鸡油来个半勺。这时候直接给它揉均匀。好，揉上之后直接装入盘中，稍微给它摊薄一点，不要太厚啊。太厚的话，有些地方蒸不透，稍微给它摊均匀一些。好，水开以后呢，我们放入锅中蒸个25分钟。好，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看一下。出锅以后呢，我们把这个姜葱雕一下。好，最后我们撒上一点葱花。兄弟姐妹们，最后一个菜呢，我试吃一下啊！每次到这个环节我都比较紧张，因为呢老说不好，但是这个吃还是要吃的啊，不要客气。先吃个鸡翅，吃了要吃这种带骨头的啊，炫在嘴里，直接就脱骨。再加2根蘑菇来吃。这口蘑也很鲜。首先入口之后呢，你就感觉到这个鸡翅非常的嫩啊！你看我轻轻一咬，它骨头自然就出来，只要你给予它时间，它是没问题的。然后呢，很鲜，为什么呢？它有菌菇，有什么口蘑啊、香菇啊、虫草花加在一起，很鲜的。这个汤你都可以拿来泡饭。这期就教大家做6种蒸菜，尤其是寒冷冬天的时候做个蒸菜，吃起来热热乎乎的，非常的舒服。你不喜欢吃辣的朋友们可以来试一下。如果是小朋友吃呢，你可以把那个什么姜葱啊、什么胡椒啊、料酒给它去除掉，你可以试一下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嘛偶像。